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扎带上面还有个小开关，用手按住它以后，轻轻一拉就开了。所以在遇到这种扎带，我们不需要用剪刀把它给剪断了。如果把它剪断以后呢，那就不能接着再用了，就报废了这个。那么用这个方法呢，给它拆开以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再用。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啊，不需要用专业的工具，只要用手按住它以后呢，轻轻一拉就行了。这个方法呢，操作的时候非常的简单，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来看这个扎带呢，扎得非常的结实，你看。然后我们给它拆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把上面这一节给它扳下去，你看，这样给它扳下去以后，中间这个位置有个小舌头，它是一个锁止的。我们把指甲把它插入到里面后，这样往下一按，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轻轻一拉，这个扎带就开了，非常方便，是不是？这个扎带呢也不影响下次使用。你看，我们把它再弄上以后，也是非常牢固的，一点也不影响二次使用。这个扎带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非常简单，只需要把指甲插入以后，往下边一按，我们轻轻一拉就开了。注意看，这种接线方法是错误的，接不紧，轻轻一扯就开了，容易虚接发热，很危险。那么正确的接线方法该如何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要拨的稍微长一些，这个呢拨的还是有点短，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是怎么接啊。首先我们找一个1字的螺丝刀，然后把这个主线给它先分开一截，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细线给它从这个孔里面穿过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给它分成2半，然后一部分呢我们给它弄到左侧来，另外一部分弄到右侧来，弄过来以后，然后呢我们再来缠右侧这个逆时针，把它紧密的缠绕在主线上面，然后左侧这边呢是顺时针，给它紧密的缠绕在左侧上面。你看这样接好的线，不管怎么扯怎么拉，它都不会虚接发热。然后呢我们给它再缠上电工胶带，如果有热缩管的朋友啊，用上热缩管效果会更好。你看我们这样给它缠上了以后，无论你怎么扯怎么弄，它也不会断，非常牢固。家里有这种老旧的万能冲，千万不要扔。其实我们在上面给它绑上2块磁铁，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有用。看完以后你就不舍得扔了。其实它重点呢有2个非常好用的功能。你来看，首先呢我们需要2条线，然后呢把它绑上。在这呢我可以用这个给大家来演示啊。我们在这边接一条红色的线，然后在另外一个夹子上面接一个白色的线，然后我们分别在这2个上面呢把磁铁给它绑上。如果家里有这种小点的磁铁，使用更方便一些，我在这儿呢可以接2个小磁铁。这小磁铁呢可以从 LED 灯上面拆2个磁铁也可以。这2个磁铁接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功能啊。首先我们使用的时候把它先插在插排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以后，我们用它可以具体做什么呢？像平时家里的这种18650的锂电池没有充电器了，或者是电池饿死了，充不上电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给它激活、修复、充电。你来看啊，我们只需要把它吸上就行，直接吸上就可以充电了，它是不用区分正负极的。你看啊，我们把这2条线给它在颠倒下位置，你来看，它也可以充电，你看也是可以充电的，是吧？不用区分正负极，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这是第一个用处。第二个用处呢，就是应付电池没电了后呢，也可以应急给它充电，只需要充个10秒钟就可以给它充满电了。怎么样呢？这个老旧万能充，它的功能非常实用，是不是？塑料外壳坏了以后，我们用个膨胀螺丝就可以快速的给它修复好。用这个方法呢，简单又好用，而且呢，用它修复好以后比用胶水粘的还要牢固。你看我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坏了，用胶水粘完以后呢，很不牢固，一弄就又开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个膨胀螺丝就行了。这个方法呢，要比胶水粘的还要牢固。你看，我们首先就是先把这个膨胀螺丝我们给它拆出来，我们呢主要就用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再需要一个这样的定数钉，把它放在裂缝上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家里如果有电烙铁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烙铁头给它先拆下来。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我们也可以用第2种方法，其实没有电烙铁也可以用。首先呢给大家先分享这个，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没有电烙铁也可以使用的方法。首先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它先拧牢固了，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电烙铁往上面按压修复就行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的，其实我们把这个螺丝钉放在火上给它烤一烤也行，融化之后呢把这个钉子给它融化进去，这样修复好以后非常的牢固结实。
在电钻上面绑上3个钉子，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这个功能呢非常的好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来看，我们首先往上面绑这个3个螺丝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钉子给它先拿下来，因为这样直接绑的话是绑不牢固的。我们在绑之前，首先呢需要把这个钉子给它简单的改装一下。我们呢就是先把这上面这3个钉子啊，把上面这个帽我们先给它去掉，因为这样是绑不结实的。你来看啊，我们先用个切割机把它给切掉，切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3个钉子给它前头给它先对齐了以后，然后我们还是用这个扎带我们给它绑起来，这样绑的话它就比较牢固了。你看绑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扎带头给它剪掉，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电钻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可以做什么。平时啊，我们如果只有这种小钻头，或者是没有钻头的时候，想要在木板上面或者是这种塑料板上面打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你看打孔速度非常快，你看啊，一下就打透了，是不是？我们在墙上打孔固定膨胀螺丝的时候，如果遇到加气砖或者是空气砖的时候，这个膨胀螺丝啊，不管怎么拧，它都拧不牢固。你看我这个，它就是一个空心砖、空心墙，把螺丝刀放到里边后啊，你看里边是空心的，所以说我们在拧膨胀螺丝的时候啊，前面这节它是正好是在空心的地方，不管怎么拧，前面怎么膨胀，它都没有膨胀到实墙里面。这个螺丝啊是没有办法固定牢固的。那么怎么让这个膨胀螺丝给它固定的非常牢固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膨胀螺丝上面给它切上一刀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来看，我们首先把这个膨胀螺丝先把上面这个螺丝杆给它取下来，然后呢我们找个尖嘴钳子把这个膨胀管给它夹住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用切割机把这给它先斜着切一刀。安装起来以后就这个样子的，我们拧这个螺丝的时候啊，它就会变成前头膨胀，你看这样呢是膨胀非常大的，所以啊固定的时候就非常牢固。在这儿呢我可以用这个木板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这个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空心墙，我们使用的时候把这个螺丝给它塞进去，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拧这个螺丝，越拧它里边就膨胀的越大，然后呢它就越牢固。用这个方法呢固定一些不是特别重的东西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把蚊香放到钳子上面把它夹住，还有一个特殊妙用。这个功能啊，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能用得到，也非常好用。你来看，平时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蚊香给拆坏了，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这样就没有办法支撑使用了。很多人呢都是把这蚊香直接扔掉了，我们呢不要扔掉。其实呢，我们用把钳子把它夹住以后，还可以接着用，不管是这种大牌的，或者是这种非常小的都可以。你来看。具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首先呢需要找一个橡皮筋儿，然后呢我们把它先绑在钳子把手上面。你来看，绑上去以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把这个钳子口我们给它张开，先来测试一下这个大的蚊香。你看啊，这样一松手就可以把这蚊香夹住了，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用打火机点燃这边使用就行了。不管是这种大的蚊香，或者是这种小的蚊香都可以用啊。你来看。小蚊香呢，我们放到这个上面也可以轻松把它夹住，这个方法非常实用，是不是？废旧的电池、没电的电池不要再扔了，我们把它塞到水管里面，它居然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很多人啊都不知道，在生活当中呢非常有用。你来看，我们把它塞到水管之前呢，首先做个对比，看一下把这水管给它需要裁一下，裁多长。我们裁的时候呢，要比这2节电池让它稍微短一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把这个水管给它裁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把这2节电池啊给它放进去。像这种电池呢一般用的时间长了都没有电了，很多人呢都直接扔了，扔掉的话还是比较可惜的。你看这样放进去以后，2头让它能露出来一点就行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2条线，先用一条红色的线把它放在这个电池的正极上面，接下来我们用个胶带给它缠一下，然后我们再需要在这个负极上面接一条黑色的线，只需要呢接这2条线就行了，接上去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用它来修灯非常的方便又好用。你看
只需要把它接在灯柱上就行了。如果灯亮，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检测的时候那灯柱不亮，就说明它坏了。我们直接把它抠下来，短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要比王表还好用。很多家庭没有王表是吧？钻头坏了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给它简单的改装一下，它在生活当中啊还是非常有用的。你看这个钻头前头已经断了，像这种钻头呢，平时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不管是钻木头或者是钻铁的时候啊，根本就钻不了。你看，先钻个木头，打到这个眼的时候，它一直跑偏，而且也钻不下去。像这种钻头呢，你如果把它扔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改装方法，改装完以后啊，还是非常好用的。先把钻头固定起来，然后横着先把这个尖儿给它切掉，切一个平整的面儿。接下来呢，在它的3毫米处横着切一刀，然后呢再竖着把多余的给它切下来。另外一侧也是按照方法，先横着切，再竖着切。这样切完以后呢，给它修整一下。改完以后，这个钻头你看一下，前面是有个尖的，它可以起到一个定位的作用。然后呢，我们把它装到钻上面来测试一下。钻木板你来看，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再也不会跑偏了。钻完以后，你看这个孔也是非常的光滑，怎么样呢？这个钻头给它改装一下，还是非常好用的，是吧？终于发明出来了，有了这个小东西，不需要用逆变器，就可以把12伏的电变成220伏的电，使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这个是我的新发明，来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首先呢，先找一个电风扇上面使用的这个摇头电机，然后把它拆开以后啊，把里边的这些齿轮都给它拆下来，不用这些东西，我们只用这个外壳就可以了。然后找块木板，在上面拧2个钉子，用它来固定这个摇头电机的外壳。因为这个是我的发明专利，所以说呢，大家看看就可以了，不要去仿造我的产品啊。如果仿造的话，肯定要必究的。首先呢，用2个铁丝把它再拧一下，固定牢固了。然后呢，再需要一个12伏的5刷电机，找一节铜管插在这个轴上面，把它们2个呢相连接起来。之后呢，再找块胶皮垫在电机下面，用个铁丝给它绑起来，固定在这个木板上面。到这儿呢，基本上啊就差不多了。然后在这个5刷电机上面分别接上2个夹子。接下来呢，在这个摇头电机外壳上面再接一个220伏的灯泡。接好线后呢，来测试一下，把这2个夹子夹在12伏的电瓶上面，这个灯泡你看立马就亮了。仔细看一下，这个亮度非常高，因为这个是我的个人发明专利，所以说呢，你们不要去仿造。不说了，我要赶紧去批量生产去了。家里的电器漏电不漏电，我们只需要用王表测量一下上面的插头，就能立马知道。不管是电饭锅或者是冰箱，很多电器用的都是这种3相插头，只需要测量一下就可以了。测量之前，我们首先把王表给它先调到风鸣档，然后把2个表笔短接一下。如果听到有风鸣声，就说明啊王表是没问题的，我们就开来检测。像这个插头啊，中间这个角是接地角，它是和电器进入外壳是相连接的，我们来看是连接的，是吧？然后我们测量的时候呢，检测的时候，先把王表调到20兆欧的档位，然后来测量，分别零线和火线和这个地线相连接，我们来测量。如果王表上面没有任何数值，像这一个没有数值，另外一个也没有数值，像这种没有任何数值的，就说明啊它是不漏电的。如果我们在测量的时候上面有数值，但是它的数值如果大于0.5兆欧，就说明它不漏电；如果小于0.5兆欧，就说明它是漏电的。这个呢，就是检测家用电器是否漏电的一个方法。家里有这种废旧的网线，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就连收废品的老板他们都不知道，这种网线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用处。这样使用的话，它的价值呢立马翻很多倍。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啊，用处是比较多的。比如我们先拿一条这个网线，分别把这网线2头啊给它先拨出线头以后，然后啊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先烤掉外皮，然后啊用钳子把这8根网线都给它缠绕一下，然后接下来把另外一头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接好了以后，然后呢再从中间这位置给它分开。这种网线呢是无氧铜的，然后里边是8根，每根呢是0.5平方的，8根加起来，你想想它的功率是比较大的。我们把这2条网线4个头都做好了以后，然后呢找个插排，平时家里的插排上面的电源线坏了，或者是买插排的时候没有电源线，如果我们买电源线的话还是比较贵的，所以说我们用这个废旧网线让它废物再利用，功率是比较大的。平时电磁炉、电饭锅只要是不超过2000瓦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怎么样呢？如果你把它当废品卖的话，那是不是就太可惜了？软水管接水龙头，10个人啊有9个人都接错了。
这样直接接上容易漏水，而且压力大了以后呢，也很容易把它给撑开。这个软水管比较细，直接接不上去，即使接上去了也容易漏水。我们可以找个硬水管，但是呢也是插不上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用打火机给它先烤一下，烤完以后用手给它捏一捏，给它先做个尖儿出来。你看这样做好尖儿以后啊，然后我们呢在上面给它再抹点洗洁精，洗洁精啊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接就行了。你看，即使啊前头有个尖儿，这样往上面直接往里面插的话，也很难插进去，非常吃力。所以直接往水龙头上接，那就更接不进去了，因为上面有螺纹，是吧？你看费了半天劲才把它给接上去，然后我们再来接这头，因为这两个也是一样粗，直接接不了，所以啊，先用打火机给它先烤一下，烤软了以后，然后呢把水龙头插到里面，慢慢的把它拧进去就行了。最后呢，可以啊用铁丝给两边固定一下，如果有包固的也可以固定一下，这个才是正确的接水管的方法，压力再大它也不会漏水，非常的牢固。自来水加小苏打就可以电解除锈，要比砂纸好用得多。砂纸打磨呢，只能打磨出一个表面，像里边这些缝隙的锈根本没有办法打磨到。那么用电解除锈就可以把缝隙里边的这些铁锈都给它清理得非常干净，而且这个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呢用个塑料的容器，在里边加上点自来水，然后再加上一些小苏打，然后搅拌一下，让小苏打完全融化。接下来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把小头部分剪掉以后，只留下黑色和红色。黑色的线接在需要除锈的金属上面。我拿这个钻头给大家来演示，你看这上面铁锈也是比较多的。先来测试这个东西我们，然后这条红色的线需要接一个没有生锈的金属，这个两条线不要接错，然后接好以后给它放到这个容器里面，然后我们把它插到手机充电头上面，就可以除锈了。来看一下这个钻头上面生锈的这个金属上面已经冒泡了。现在呢，它们就是一个置换的过程啊，时间越长除锈的就越干净。现在呢，我已经大概就是除了10分钟了。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除锈效果怎么样。先把这个钻头拿出来看一下，上面已经发亮了，是吧？明显看到上面的铁锈已经都没有了。这个除锈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电饭锅坏了，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其实这个里面全都是宝，每一个都非常好用。比如就这个电源线，这是个大功率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插头给它剪掉，用它呢就可以接在插排上面使用，非常不错。再来看这个内胆，有很多是不锈钢的，有的是铝的，我们用它刷锅洗碗，非常不错。再来看另外一个，首先把它先拆出来。其实这个还有个特别大的妙用，它的使用价值在生活当中其实要比卖一个废旧的电饭锅价值要高得多。就是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发热盘，它是铝的，而且分量比较重，如果把它当废铁卖的话，那就亏太大了。这个东西一般都不会坏，就是利用它发热的功能，所以它还有个特殊的妙用。这个妙用要比卖一个电饭锅价值高得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发热盘，上面都有2个接线的地方，先把上面这2个螺丝给它拧松，然后呢接上一个电源插头。平时家里的 LED 灯坏了，换灯珠的时候用它就可以换灯珠，不管是拆灯珠还是安装灯珠都非常好用。放上去以后然后找个东西把它按住，你来看很轻松就可以把上面的灯珠给它拆下来。不管是拆还是安装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当废品卖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充电宝坏了不要扔，留着还有大用处。平时像这种充电宝有时候在垃圾桶里面也能捡得到。很多人呢都感觉充电宝坏了以后呢就扔掉了，其实呢像这种充电宝坏了以后大部分都是上面的电池充不了电了，电池坏了。我们呢主要呢就是用上面这块板，不用电池。其实这块板呢，它在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把这个板拆出来以后，找到上面的2个标注，一个是 B 加， B 加这个符号呢，我们给它接一条红色的线， B 减这个符号接一条白色的线，然后呢分别给它再接上2颗磁铁，这样呢使用更方便。用它呢就可以在家里给一些这种散的18650锂电池给它充电了，使用的时候呢非常方便。你看把这个红色的这个磁铁给它吸在电池的正极上，另外一个吸在负极上面，这样呢就可以使用了。你看我们给这个板给它插上充电器，插上以后呢它就可以充电，而且呢充了多少电，这里面还有多少电都一目了然，非常实用，是不是？如果像这种充电宝坏了你就扔，那是不是太可惜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在遥控器上面接上2条线，
它居然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在生活当中啊非常好用。比如这个电视盒的遥控器，或者是电视机的遥控器都是可以用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首先呢，你来看，我们先在这个遥控器的弹簧上面给它接上一条线，然后呢再找另外一条线把它接在另外一个弹簧上面，这样接好了以后，然后把电池我们给它安装上。安装好以后呢，就这样的这2条线就可以了。我们平时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看啊，像家里的 LED 灯一般啊很容易坏，坏了以后呢，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修灯，非常的方便。你来看，只需要把这2条线放在灯柱上面就可以了。如果测量了3个，这灯柱都不亮，我们颠倒下2条线再来测试，你看灯柱就亮了，是吧？如果像这种亮的，就说明灯珠没有问题；如果像这个不亮的，就说明是这个灯珠坏了。用这种方法修灯非常好用。如果所有的灯珠都亮，那么就说明是上面的电源坏了，我们换个电源就可以了。怎么样呢？这个遥控器上面接2条线，它的功能是不是非常好用啊？今天啊，我才发现原来把这个钢丝前头啊给它窝一个钩，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邻居们看到以后啊，都抢着用。这个功能呢，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能用得到，而且这功能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来看，首先呢，我们用钳子把这个钢丝前头这样给它窝一下，窝成一个这样的死折扣，前面呢让它稍微有点尖出来，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向上翘一点，然后在中间这个位置稍微再折一下，折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钢丝另外一头我们给它再折成一个这样子的形状，折一个90度，然后从这边再折回来，折成这样就可以了。你来看，我们用它就可以疏通任何下水道，不管是直通还是3通还是弯的都可以疏通。你来看，我们把它插入到这个管里面来测试一下，一边旋转一边往里面进入，进到里边以后，然后呢我们再一边旋转一边把它给拉出来。你看这样呢就可以把里边的脏东西给它勾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脏东西啊都可以勾出来。你来看怎么样的方法，非常好用是吧？聪明人只看一眼就知道如何取下这个圆环，而那些脑筋转不过弯的人，给他10天8天也做不到。这是一道经典的数学拓扑空间谜题，至今几千年也没几个人能破解。那如何才能快速地取下这个圆环呢？绳子比较短，往下取会被挡住。圆环可以往上绕过木棍，围绕木棍转半圈，又回到了原点。如果提起圆环，顺着绳子往上取呢？这时候感觉问题变得更复杂了。绳子形成了一个结，将圆环牢牢缠住。仔细观察它的结构，若想要取下圆环，似乎只有把绳子剪断了。如果真把绳子剪断，那这个谜题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真没想到，就这么一根棍子，一节绳子，一个圆环，竟设计的却如此烧脑。99%的人到这失去耐心，不想继续探索了，认为此道谜题根本解不开。而那些思维敏捷、观察力强的人，一眼便识破其中的奥秘。先让圆环绕过顶端，来到木棍的下方，右手从两边绳子中间的缝隙提起圆环，两边的绳子围绕圆环走半圈，轻松取下圆环。原来用2个钉子就可以把水管接在一起，接好以后，不管水压多大，它都不会漏水，而且也不会撑开。这个方法呢，是我从一个绿化老师傅那儿偷学过来的。他们接水管从来都不用买对接头，都是用这个方法接的，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这个软水管直接接的话不行，它是比较软，所以需要找一个这样的塑料管，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可以给它抹点胶水，然后我们把这头给它塞到这个里面。经过2步操作完以后，水压再大它也不会撑开，也不会漏水。你看把这边抹上胶水以后，然后接下来把另外一头再给它抹上胶水。抹胶水呢它是不会漏水的，但是呢它水压大了以后还会撑开，需要进行下一步。你看我们把这头也塞到这个软水管里面以后，接下来我们进行第2步，然后我们在上面拧上2颗钼丝钉，把这钉子给它拧透，
这样接好的水管压力再大它也不会撑开。很多绿化老师傅们啊，从来不买对接头，都是用这个方法。注意看，3根硬电线这样直接接起来是错误的接线方法，这样接好以后容易虚接发热，非常危险。教大家一个正确的接线方法。首先呢，把这个线头先给它剪掉，然后给它重新拨出线头。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像这条蓝色的线一定要给它拨得稍微长一些，然后呢，拨完以后再拨这条黄色的线。这黄色的线啊，给它拨得稍微短一点就可以了，让它呢就是一条短两条长，把这个短的放在2条长的中间，然后呢用老虎钳把它给夹住，然后把两侧的这2条线分别给它掰开，掰个90度的角，然后呢这样紧密的把它缠绕在中间的这个短的线上面，一圈圈的把它缠完以后啊，这种接线方法是最牢固的，因为它里面接触面积大，所以呢在使用的时候就非常安全。把2头这个剩余的部分给它修整一下，然后呢把中间这个长的给它做一个回折，这种接线方法牢固可靠，它不会虚接发热。喝完的饮料瓶不要扔，用剪刀把它剪开，放在厨房这样用，它的价值立马翻倍。邻居们看到以后啊都抢着用。你看，先把这个瓶口给它剪下来以后，然后呢用烙铁在周围给它烫出这样的小圆孔，烫的越多效果越好，可以多烫一些。然后把这些烫完以后，把这个瓶盖再给它拧下来，在瓶盖中间的位置再烫一个稍微大点的孔，然后在周围烫出来4个稍微小一点的圆孔。把这个孔给它烫完了以后，然后啊再找来一个螺丝，把它拧在中间这个孔上面，再拧个螺丝帽给它拧牢固了以后，然后呢把这个瓶盖再给它拧回去，然后呢再用烙铁在这个上面给它烫出一个小孔出来，用钥匙环给它再套在上面，这样呢就做好了。把它放在厨房洗菜盆下水口上面，你看大小正合适，然后上面也是平的，上面这个螺丝啊可以起到一个不让它飘起来的作用，一个非常好用的洗菜盆过滤网就做好了。邻居们看到以后啊都抢着用。剪刀钝了不用磨，用一根废旧的锯条，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立马让它变得锋利如新。很多人呢不会磨剪刀，就不要乱磨了，乱磨完以后啊就把这个剪刀给磨报废了。先看这个剪刀，你来看，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剪这个纸，你看根本啊把它剪不了，剪不断，是吧？像这种情况呢，我们用个锯条给它1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首先呢，我们用这个锯条，用这个平面这一部分，然后呢在这个上面给它抹点牙膏，这个牙膏啊可以起到一个研磨的作用。你看抹点牙膏了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剪刀。处理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剪刀这边有个大的斜面，这边有个小的斜面，我们就用这个来刮它，这样不停的刮。像这种剪刀呢，如果非常钝了，只需要呢给它刮个40下50下就可以了。我们看把这边给它刮完了以后，然后我们把这边再来刮一下，两侧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这样刮完以后呢，这个剪刀就会变得非常的锋利。好，现在呢已经差不多50下了，我们把上面这个给它清理干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呢，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又方便。你来看，再来测试这个纸，你看非常的锋利，是不是？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是吧？把它分享给你，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原来借助一条绳子的力量就可以快速的给这个口袋打个结，这个方法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平时呢我们在给口袋打结的时候，因为前头这一节比较短，想要打结那根本没有办法打，不管怎么打结呢都打不住，那怎么办呢？其实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你看，首先我们把这个口袋放在绳子上面，然后呢抓住这个口袋，这样给它转几圈，让它前头呢转成麻花形状，然后呢用手抓住绳子这一头，从这个口袋口下边绕过来，这样绕过来以后，然后呢把这个给它套在口袋口上面，就这样把它套进去了以后，然后呢一只手抓住这个口袋，另外一只手抓住这个绳子，然后使劲拉这个绳子，把这绳子给它拉直。只要拉直以后呢，这个口袋上面这个结就打好了。你看拉直了以后，然后呢把这个口袋呢用力把它给拔下来，你看这样一拔就掉下来了，是不是？当它掉下来的时候啊，这口袋就打好结了。你看一滴水也不漏，这个方法呢简单又实用，是不是？家里的马桶上水不停，进水一直滋滋响，每个月水费流出去好几百，教您1分钟解决。滋滋响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先看一下水位的高度，如果水位高度高于溢水孔，那就说明是这个进水阀的问题。关闭脚阀以后，用螺丝刀撬开顶部的装饰盖，把里边这个插销给它拔下来，放好了，不要把它弄丢了。
然后把上面这个压盖逆时针旋转，把它拆下来。这个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密封垫圈，把它拆下来，然后把它放到水里面清洗干净，正反面以及这个压盖都清洗干净以后，然后找一个小的针，把这个压盖顶部上面这个泄压小孔给它疏通一下，然后再给它安装回去。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自来水管道里面的小细沙颗粒垫住密封胶圈，关闭不严引起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水位线比进水阀浮筒上这个边缘的水位还要低，那就说明是排水阀的问题。左右旋转，把排水阀上半部分给它拆下来，然后把底部这个密封圈也给它拆下来。你看这个上面有很多细小的沙粒，把它都清理干净了以后，把这个底部也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再把水箱里面这个出水口里边这个座也给它清理干净以后，然后再把排水阀安装上就修好了。你学会了吗？10个人有9个人都不会给电动车充电。夏天和冬天的充电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是炎热的夏天，如果你还在用冬天的充电方法来给电动车充电，不但起不到保护电瓶的作用，反而会对电瓶造成很大的伤害，急剧缩短电瓶的使用寿命。那么如何正确给电瓶充电呢？第一，车子骑回来以后，千万不要马上给它充电，因为夏天的温度环境比较高，在骑行的时候，电瓶本身放电就是发热工作的过程，而回来以后立马给电瓶充电又会持续的发热，这样我们的电瓶就会导致失水的情况发生，同时还会造成电瓶内部铅板的硫化。一旦硫化现象严重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你的电瓶就离换新的不远了。正确的方法是，应该把车骑行回来之后放置1个小时，等电瓶冷却了以后再给它进行充电，这样会对电瓶起到保护作用，能够让我们的电池更耐用。第二就是千万不要把车子骑到完全没电了，这样做也会对电瓶内部的极板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果总是亏电以后再充电，那么就会急剧缩短电瓶的使用寿命。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等电瓶的电量剩到20%的时候再进行充电为最佳。平时多注意保养和维护，这样我们的电瓶才能多用几年。原来把磁铁粘在锤子上面，它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妙用，使用的时候真的太方便了。你来看，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磁铁，平时我们在钉钉子的时候，这样呢一不小心很容易就把锤子砸到手上面了，非常危险。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一块磁铁的力量，再也不会砸到手上了。你来看，我们首先用胶带先把这磁铁固定在这个锤子上面，然后这样我们再来放这个钉子的时候，你看它有磁性了，就可以把这钉子给它吸起来，这样我们在钉的时候就不用手抓着钉子了，非常方便，是不是？再也不会砸到手了。再来演示一下，你看只需要放到锤头上面，轻轻往下一砸，就可以把钉子给它钉上。这是它的第一个妙用。它的另外一个妙用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磁铁给它放在手柄上面，然后呢用胶带给它固定起来。看一下第二个妙用其实用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固定好以后，我们把这些钉子都给它吸在这个手柄上面，这样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拿一个钉一个，比放在口袋里面方便的多了。这2个方法特别实用，是吧？